大陆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一直灌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必须统一台湾，其理由冠冕堂皇，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甚至反复地说这是人民的愿望。今天我们就聊聊共产党为什么这么执着，一定要统一台湾。表面的漂亮话一定要说足，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可是共产党在执政期间却出卖了大片领土。1955年主动把新疆近2000平方公里的坎巨提送给巴基斯坦。1956年又把在清代属于云南省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送给了缅甸。1957年把北部湾的叶英岛送给了越南。1962年领袖大笔一挥，更是把长白山天池的大部分以及3个山峰送给了朝鲜。1962年中国和尼泊尔谈判边界时，领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发出指示：珠峰举世闻名，我们一家一半，让它成为友谊之峰。把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等大片领土送给了尼泊尔。1962年中印不宣而战，这场战争非常的奇葩。战争的起因是边界问题，这个没有问题。战争开始了，印度被中国打得丢盔卸甲，这个也正常。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印度还未就边界有任何承诺，共产党居然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中国军队撤离到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继续实际控制藏南地区1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印双方都宣布战争胜利，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或者说是奇葩更恰当。这好比你和邻居有了宅基地纠纷，你把他按在地上打得他嗷嗷叫的时候，围观群众都等着看邻居跪地求饶说地是你的，你却突然很酷地拍拍手回家了。他起来还是继续占着有纠纷的宅基地。既然能白白把领土送给别人，打了胜仗不要承诺就撤军，也就不足为奇了。前苏联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放弃索回的权利。1991年共产党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签订了主动弃权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从这些行为上看，共产党家大业大，把领土当戏，还说捍卫领土完整是人民的愿望，这更是笑话。把领土送给别人的时候，人民既不敢也不能说话。共产党政府从来不在乎人民有什么愿望，其实真正希望统一台湾的是共产党自己。那套捍卫主权、领土完整、统一是人民的愿望云云，都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1949年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颠覆了大陆的中华民国政权，中华民国政权迁往台湾。很长时间以来，大陆共产党政权都不受承认。随着美国与中共建交，大陆政权才逐渐被世界认可。但即便中国大陆已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即便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尽管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任何实力反攻大陆，偏安一隅的中华民国仍然是他的眼中钉，非得要除掉台湾不可。对共产党而言，台湾的中华民国只要存在，就威胁着共产党在大陆执政的法统地位。只有消灭你才能放心，这和朝鲜金三世要消灭他的哥哥道理是一样的。明朝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3年内战，朱棣夺得皇位。前皇帝建文帝朱允炆出逃，朱棣坐不安，就怕哪一天朱允炆又回来了。朱棣派出亲信大臣胡盈四处寻访朱允炆，名义上说是寻找张三丰。根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朱棣之所以派郑和下西洋，真正的原因也是去寻找朱允炆，因为朱棣听说朱允炆逃到海外去了。永乐21年，寻访朱允炆20年的胡盈赶回北京，不巧朱棣因亲征鞑靼去了河北宣化。胡盈快马加鞭赶赴宣化，赶到时已是半夜。朱棣当时已经睡了，听说胡盈回来了，马上召见与他密谈。明史没有说他们密谈的内容，只说朱棣心中多年的心结终于打消了。
这一年，郑和第6次下西洋回国，从此再也没有下西洋了。什么能打消朱棣的心结呢？只有朱允炆死了，才能打消他的心结。对共产党而言，这才是要统一台湾的真实原因。只有消灭了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才踏实。与那些送给国外的领土相比，台湾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它是前合法政府，还在于中国内部一直存在独立倾向。早在共产党建立之前，毛泽东就曾倡导建立湖南共和国，实行湖南自治。共产党真正夺权的道路始于延安独立。如果台湾能脱离共产党，就会给后来者如新疆、西藏、香港，甚至江苏、浙江树立榜样。这些都是共产党自己玩过的。共产党能够夺取大陆，不是因为他们得民心，而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则与他们失去了民心关系密切。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失去统治权。台湾作为第一岛链，对中国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台湾的军事地位、战略地位也是不可否认的。但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国基本没有朋友，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是强大的军事。国家安全之类的说辞，比人民的愿望更符合实际一点。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借口而已。台湾在明朝以前，岛上的部落首领从未向大陆王朝称过臣，中原王朝更没有在台湾岛上设官治守。直到明朝后期，才有大陆的汉人到台湾建立了汉人的政权，但这个政权并不归明朝政府。后来荷兰侵略者把汉人政权赶走了，再后来郑成功又从荷兰侵略者手里夺回了台湾。但是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大陆上已经是清朝了，台湾与大陆仍然不是一个政权。一直到1683年康熙平定台湾，台湾才开始与大陆归于一个政权。在这之前，台湾从未属于中原王朝。开罗会议已经很明确，台湾是中国的。二战结束，日本就把台湾归还给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了。现在台湾的政权就是中华民国政权，完全没必要扯什么自古以来，显得逻辑思维欠缺，很没档次。那蒙古是不是可以说大陆自古以来就是蒙古的呢？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内战的延续，是历史遗留问题。国共内战后期，按照毛泽东的计划，宜将胜勇追穷寇，准备将民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毛泽东的口号是打到台湾去，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公开了美国政府的立场，抛弃台湾和蒋介石。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时机，攻打台湾。共产党于1949年10月发起金门之战，经过3天3夜血战，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共产党未能攻下金门。毛泽东于是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为中国培训飞行员、地勤人员，并购买战斗机、轰炸机，为再次进攻台湾做准备。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原计划在1950年夏天攻打台湾。在1950年6月的中共7届3中全会上，攻台总指挥粟裕向毛泽东汇报了作战方案。当月，解放军16个军在福建沿海一带集结，箭在弦上。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彻底改变了共产党攻打台湾的计划。1953年7月27日，持续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美国虽然不看好蒋介石政权，但也不再袖手旁观，对台湾给予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蒋介石也在这3年在台湾站住了脚。蒋介石曾多次派顾维钧向美国表达想与美国签订条约的意向，都被美国政府拒绝。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只想维持现状，保持自己灵活的外交政策。而毛泽东疑心病非常重，非常担心美国和蒋介石签订条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示，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毛泽东准备怎么破坏呢？那就是武力统一台湾。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探得美国对台湾冷淡的态度后，准备趁热打铁。
于1954年7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哪知弄巧成拙，本不愿和台湾缔约的美国政府改变了态度，当年就同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从此要攻打台湾就成为了不可能的事情。台湾美国签订条约后，台湾当局历时10年，于1963年完成土地改革，大陆才花了3年就完成了土改。台湾的手段和大陆比起来差远了。50年代末期开始，台湾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吸引外商投资。台湾走上了一条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道路，实现了台湾经济的起飞。这不就是大陆后来搞的改革开放吗？经济发展的差距并不是统一台湾的主要障碍。台湾的改革与大陆的改革有很大不同。学过马克思理论的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进行经济改革，政治体制就必须相应的改革。大陆的改革只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权力结构没有任何改变，造成了严重的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贪污腐败，造成了极大的社会贫富差距。而台湾则是在经济改革后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国民党在1987年解除了长期的戒严。什么是戒严呢？具体来说，就是限制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游行自由，强制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对于任何可能威胁统治的言论和行为，例如妄议领袖，都采取高压手段。新闻、报纸、书刊都要经过审查，敏感词很多。这一切是不是也都十分的熟悉？台湾逐渐走向了自由民主，习惯了自由民主的人是不会回头的。这也是现在的台湾人对统一不感兴趣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民主比专制更先进。你上厕所习惯了马桶后，就很难再接受蹲坑。不管别人宣传蹲坑有多少优越性，你就是不想用。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希望统一台湾，但从1956年开始，共产党就不再宣布武力统一台湾，希望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统一，来一个第3次国共合作。当然不是共产党善心大发，主要还是怕和台湾缔约的美国。前2次的国共合作，蒋介石吃了不少亏，他非常警惕。为稳妥起见，蒋介石还是派他的学生宋一山前去大陆探查。大陆最擅长的就是接待这种考察，别说外人，就是自己人都骗。1958年，洪太阳来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亲眼看到亩产7000斤的时候，兴奋地说：“全县31万人But the boldest attempt to harness the energy and enthusiasm of the people came in。”一番考察下来，宋一山看到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他就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中共意图诚恳，大陆从农村到城市，百业俱兴，人民安居乐业。蒋介石也算是人精，他再次派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巨仁前往大陆。曹巨仁以记者的身份来到北京，周恩来3次会见了他。曹巨仁给蒋介石带来6点和谈建议，简要的说就是大陆承诺台湾继续由蒋介石领导，但要将台湾的外交权和军权收归大陆政权。蒋介石从枪杆子起家，自然知道军权的重要性。没有外交权和军权的蒋介石，犹如不能说话、不能动的人质，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后来的香港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一旦目的达到，所有的承诺就都扔进了垃圾堆。蒋介石说，中共呼吁的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一种形式。1958年，大陆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十分庆幸自己没有去大陆。蒋介石说，与中共做朋友就会成为中共的俘虏。中共的和谈是统战诡计、宣传诡计，台湾绝不会妥协，坚决反共到底。毫无疑问，只要中国还是共产党执政，就一定要统一台湾。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中共20大将反台独写入党章，习近平之所以在20大重申不放弃武统台湾，因为他知道共产党走的是专制道路，
台湾走的是民主道路，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外交部发言人说，统一后台湾有4方面的好处。第一条好处就是可以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原来他们也知道不实行大陆的制度是好处。如果没有习近平说的那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共产党的事情指手画脚，共产党才不会和台湾啰嗦。共产党对台湾进行武力攻击，就如同俄军入侵乌克兰一样，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但共产党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中华民国政权而后快。当然，这个代价都是人民的生命和人民的血汗钱。处于统治地位、享受特权的共产党官员是不会有毫发的损失的。共产党为避免美国的介入，尽可能速战速决。如果发展到美国、日本、台湾共同抗击共产党军队，到时候是谁统一谁就不好说了。无论美国是否直接出兵干预，一定会和盟友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中国的进出口、国内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将产生严重的影响。可以预见，战争爆发，广东、福建的航空航海将停运，供应链被切断，金融市场出现恐慌，资本外流。如果共产党成功统一了台湾，他就消灭了一个潜在的政敌，就进一步巩固了政权。虽然牺牲了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利益，但这个风险对共产党来说是值得的。武统台湾成功后，美国作为安全保障的可靠度就会降低，受美国保护的国家就会主动加强装备，包括研发核武器。日韩、澳大利亚、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就会大额增加军费开支。中国自然也要增加军费开支，钱自然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出。还是那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